现在这台车的公里数是7083公里，将进行第2轮的耐用度测试。第3次换机油，换的机油是万威美格10-40的机油，比较偏性能的那一种。现在呢，即将进行的是连续150次急加速重刹的测试。之前的第1波测试呢是100次，第2波测试呢又稍微增加一点难度，目的就是为了加速发动机的磨损。测试的方法呢和上一次一样。现在的公里数是7134公里，我已经把小计里程表已经清零了，时间是下午的1点12分。采用的是2档15公里瞬间油门到底，等发动机的转速接近极限，再升3档加速到115到120之间，然后再全力重刹，将速度减到15左右挑头，又继续2档15公里瞬间油门到底加速，不断的来回测极限加速和极限刹车。每一组测试呢，大概用的距离在200米左右，连续150次急加速和急重刹，这个是比较考验发动机的，因为都是全油门满负荷的运行，发动机的各个零件和刹车受的力是最大的。而像这类测试呢，受的力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呢时间长，对发动机的材料和加工工艺也是另外一种考验。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，一款车呢，在还没上市之前，工厂就做了很多耐用度测试了，而且要专业得多，各种传感器安装在车上，时刻检查发动机的温度、振动、受力情况。你这样测耐用度呢，毫无意义。大厂呢，我是信他会这样做，但是小厂呢，不敢说。下一次呢，我会买一些3、4线国产自主品牌的车型，也是和这台车一样的测试方法、测试路线，看一下会有什么问题出现。把出现的问题全部记录起来，还有测试前后的性能对比数据，看一下哪台车的问题多，前后的性能数据差距大，也就直接排除车的质量或者是品质差。那么如果2台车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呢，那就看哪台车的性能衰减更加厉害，或者是再增加测试的组数和强度。现在已经连续跑了30公里，一直来回跑，一直来回跑，每一组是200米左右，大概是150组了。我们看一下发动机的温度和刹车片的温度。刹车片的温度是225度，发动机的温度是96度、76度，后刹200度，后面是200度。第2组连续150次的急加速和重刹，到目前为止呢，还是没发现什么问题，也没有出现熄火打不着的现象。现在对它进行减震的测试。咦，这里刚好有一条小路可以超近道，该不会是他们跑林道开的吧？因为我一路开进来就看见路边挂有红绳跟着过来的。工厂开发一台车呢，也会有非铺装路面测试的环节，以检验减震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。所以为了尽可能还原大家和工厂测试的用车环境，我选择了多种非铺装路面来回测试，什么冲坡啊、下楼梯啊，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地方都去了个遍。由于这段时间呢，柳州并没有什么雨，所以大家想要的雨天测试呢都没办法进行。工厂对减震的测试呢，还有一种是在台架上的。台架的测试呢，每一次的受力都是比较单一固定的，而且我们真实用车的环境呢，要比台架上的复杂的多。不信你看，有低频率大起伏的颠簸，这时候呢，减震基本上能用满。也有高频率小起伏的震动，这不仅考验减震，而且还考验外观件的设计与装配。这方面弄得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异响的。这种非铺装路面的测试呢，水箱呢特别容易高温，水箱呢5格基本上都在4格以上，风扇呢也一直转个不停，比昨天连续150次极限加速刹车测试的温度还要高。因为非铺装路面测试呢，速度根本起不来，没有快速的气流将发动机的热量迅速带走，所以发动机或者是水温都要比测其他的情况下要高。而发动机呢，最怕的2个因素就是高转和高温。高温呢会加速金属的疲劳，机油的润滑效果呢也会降低，从而呢加剧磨损。而另一个呢，高转加剧发动机的磨损，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。很多发动机呢，为了延长寿命，
会或多或少限制它的最高转速。C525这的方机呢是最新的，最高转速呢9400转，而在仿赛的版本呢转速会调得高一些。很多厂家都会用这台机子来装到他们车型上面，属于呢比较成熟的机型了。这几天的长途加测试呢，发动机减震等等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漏油异响之类的。外观件呢也并没有发现什么松动共振异响的现象。接着继续骑，等到1万公里时候，我将对它进行全面的大测试，加速、刹车、缸压等等，看它到底有没有衰减。